之前，女主小玲因为爱情上当被坏男人骗光财产，变成了无家可归。后来被一帮好心的妖怪带回家。最开始，小玲知道他们是妖怪时挺害怕的，但慢慢的她发现这些妖怪既不恐怖又特别好心，每次她有危险都会伸出援手。和妖怪们相处久了，小玲竟然长出了妖怪才有的脚，对此她并不排斥。在跟妖怪们一起的日子里，她发现妖怪不见得比人类更恐怖，决定大胆地做个四处游荡的妖怪，把游历写成书。但她没想到，离开妖怪后会丢失脚，更没想到失去脚的日子会这么难过。第一本书卖得很差，她只好回去打工赚钱。那天满脑子都是小玲边饿着肚子边打零工，碰巧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妖怪们，但是饿得连眼皮都抬不起的小玲没发现他们，就这样失去了相认的机会。晚上妖怪们一起回忆起见到小玲的情况，作夫童子小诗和女妖阿言凭直觉觉得小玲一定遇到了麻烦，才会一天到晚找各种工作提出帮忙，没想到被酒吞童子和朴叔拒绝了。他们因小玲忽视他们而心碎，觉得小玲完全忘了他们，决定回到老规矩，不再管人类事务。另一方面，没家的小玲觉得前途一片灰暗，一张招聘游泳教练的高薪广告给她带来希望。她游泳很厉害，这工作绝对适合。轻松通过面试，川边社长不光长得好看，身形棒，还非常贴心和体贴。发现小玲的时候没吃饭，没地方住，就热心为她准备了饭菜，让她在事务所暂时住下。后来川边趁单独时向小玲示爱了，小玲面对直接的表白，好久没谈恋爱，不由得有点小激动，却没察觉这个突然好起来的男人没那么简单。直到小玲偶然听见川边对别的女客也说情话，才知道自己被骗。发现川边总是用自己的魅力吸引女客，跟他们保持亲密关系。有的客人因为他花光了积蓄，结果家都散了。还有小玲震惊地发现川边偶尔会偷客人的精魄。小玲瞬间明白川边不是普通人，赶紧找机会跟对方说要辞职。遇到辞职的事，川边慢条斯理地用甜话想迷惑对方，虽然决心要走了，却不知怎地被川边迷人的话语搅乱了心思。这时他看到玻璃反射的自己，脸上没了生气，意识到自己差点也丢了魂，不管不顾的只想逃出办公室。川边怎么也不想让这块肥肉溜走，紧追不放，不经意露出了本来面目。突然一束强光闪现，带走了小玲。原来阿言一直暗地关注小玲的行踪，感应到小玲遇险，马上告诉了其他妖怪。虽说酒吞童子决定不理小玲了，但听闻她遇险，立刻赶来救了小玲，大难不死。小玲激动地和老友们重聚，喜到流泪，兴奋地跟多年不见的妖怪玩在一起。妖怪还是怪他们以前不理他们，但内心因为小玲的开心而变得软了，觉得小玲不是故意忽略他们的。聊完就是，小玲讲了自己遇到的事。阿九听小说的那些诡异点和那副怪模样，判断那不是普通妖怪。大家都劝小玲不要去河边，因为那里有不明妖怪，特别危险。小玲没打算就此放弃，想把那些上当的客人救出来。阿言和小诗担心小玲冒险，决定查清楚河边的情况，然后帮她救人。第二天，经过精心策划，小玲又回到了河边办公室，假装改变主意想回去工作。为弥补过错，带来了客人阿言和小诗。一看到新面孔的川边，立刻忘了之前被给甩的郁闷，热络招呼漂亮的阿言，想从他那儿骗取精魄。聪明的阿言机智地从对方习惯中发现线索，回到合租屋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搜集的证据。发现川边不只是用妖法诱人买游泳课，还有用劣质的东西冒充高档营养品，同时交往37位女性客户，表面真诚实则诈骗钱财和色相。除此之外，对川边的罪行也有迹可循，他的真实身份逐渐清晰。由于川边爱吃黄瓜，还常和水亲近，他们猜测川边可能是河童。为证实这点，阿言以约会名义把川边请到家，借助河童爱吃生鱼的特点各种测试。川边终于露馅了，
阿九一把接下了他，为掩盖河童顶的假毛，老虎屁股摸不得，秃头假发也不能动。川边气急败坏，露出真面目，跟阿九打起来。小石看情形，要求上场，念出制服河童的咒。一念咒，川边就吐出好多塑料货，变回了普通河童模样，变得打不了架了。他原本是河里的一个普通河童，但因为人类随意排污和扔垃圾，他在糟糕的环境下变异了，渐渐迷失了自己。他把自己变坏的责任都怪到人身上，激怒了很多妖怪。朴叔觉得事情要分清楚，人类让河边的河童变异确实不对，但川边骗顾客靠的是他的贪心。在别人的指点下，川边开始认识到自己做错了，决定按小林的主意办，给以前骗过的女性道歉，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很快，川边在众人的声讨下，被警察以诈骗的罪名抓了起来，他的骗人事务所也随之倒闭，事务所关了，小林也就失去了工作和住处。无家可归的小林焦虑地问妖怪们，能不能重新接纳他？妖怪们热情地欢迎了他，回到了这个温暖的妖怪合租房。小林决定把丢脚后的事写成第2本书，但他惊讶地发现键盘怎么敲都不动，手仿佛被诅咒似的僵住了。为了生活，小林到处打工。他在整容医院打扫时，被赤坂姐妹看中，觉得他很适合整形，就请他当医院的模特。看他犹豫，赤坂姐妹就用他们的整容观念去影响他，认为牙齿亮白是最顶尖的美。起初他对这种说法不买账，但姐妹俩说的头头是道，他渐渐被说服了。回家以后，小林满怀景地聊起赤坂姐妹的理念，还说自己被叫去做整容的模特。酒吞童子阿九看小林洗脑似的，挺担心，提醒他整形得三思，并且劝他别那么快答应。而女妖阿言看法不同，他认为整形可以增强自信，何况小林还能因此拿到工作。一边的小林听他们说的点头如捣蒜，决定让赤坂姐妹帮忙做这活。第2天，小林在去整形医院路上碰上了老同事小梅，聊着聊着，知道他把过去不顺的事写成歌，一举成名，梦想成了歌手，正找下首歌的灵感。这时候，小林忽然记起要和赤坂姐妹见面的时间快到了，急忙和小梅道别。刚走几步，不是摔倒就是撞到灯笼。小梅觉得小林那倒霉的命真是写歌的好材料，立刻追上前去，好奇他的经历。小林一到医院，得知他想当模特的赤坂姐妹激动地向他推荐了医院的新服务，给牙齿上色。小林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整形手术稍微迟疑了一下，旁边的赤坂姐妹看到这个情况，就用他们那引人入胜的话术不停地劝说小林，告诉他只要敢于改变，美丽就在不远处。这些乌龙的话激怒了一直跟着的小梅，她兴奋地跳出来求赤坂姐妹给她整形。原来小梅一直因为长得不够好看而苦恼，即便成了红歌手，颜值低还是被吐槽。她急需彻底转变一番，摆脱目前的困境。旁边的小林对小梅的遭遇深表同情。原先出版社的那些作家才华一般，但凭借美貌得到追捧，反观她却始终默默无闻。一想到这，刚犹豫的小林立马同意了染牙手术，这正合赤坂姐妹心意。他们二话不说带她上了手术台。手术后，赤坂姐妹立刻把小林的照片传到网上，网友很快就超喜欢，这让小林更确信自己决定没错。一到家就激动地给伙伴们秀新造型。妖怪虽然看他彩色的牙齿一头雾水，但也不忍心伤害小林，只好假装被惊艳，夸他牙齿好看。变美的同时，小林也没忘记小梅，抽空约小梅出来关心她手术怎样。结果惊喜地发现，整形后小梅变得超级美，而且自从整容后，小梅粉丝一大堆，甚至交了个高质量男友。听完这些，小林心里立刻满是幻想，觉得自己也该彻底变革，可能会站在人生巅峰。这会儿，赤坂姐妹因为做牙受欢迎，趁机推出新整形服务，又请小林当模特。吉卓想美的小林根本没想这整形是不适合自己，直接就答应了。赤坂姐妹一番操作后，
新项目在我脸上大放异彩。整容出院后，惊讶我变美了，回头率100%，内心暗喜逆袭成功。回到租屋，本想大家会惊艳我的变化，却只听到尖叫。原来手术把我的眼鼻都弄没了，连牙齿都染成了闪亮色。原来赤坂姐妹的新服务是把脸上细节全抹掉，他们认为牙齿亮白才是最美的。妖怪发现小林对自己的变化浑然不觉，确认这不仅仅是整容，而是妖术，立即用法术让小林恢复原样。小林这才恢复了清醒，看到阿九拍的他没脸的照片，吓得又晕了。阿言看小林的反应，确定他之前迷恋染牙是妖术所致，又心疼又生气，决定跟小伙伴一块给小林出口气。几天下来探查，发现赤坂姐妹不只是骗人做牙齿矫正，还卖很多伤身的美容品，就为了挣钱。大家数落赤坂姐妹的恶行时，小林突然得知小梅打算是新整形，赶紧约小梅出来，劝她别被骗。这时小梅已经被赤坂姐妹迷住了，根本听不进劝，急着去整形手术。赤坂姐妹乐开了花，觉得抓到了大肥羊小梅，觉得用小梅的名气能让他们的审美更火，正得意洋洋想露真面目。给小梅下手时，飘叔赶到了，把赤坂姐妹带回了妖怪合租房。谁料他们妖力厉害得很，轻松摆脱了绳索。作夫童子小师急忙出手，施了个咒把两人困住。阿言一眼看出赤坂姐妹是自己朋友黑齿女，兴奋地跑上去认了亲。听见熟悉的声音，赤坂姐妹身上那怪异的黑雾慢慢消失了，露出了本来面目。为了不吓到小朋友，姐妹俩急忙变回人形，开始讲自己的故事。古代女性爱把牙染黑，那会儿喜欢黑牙的女神特受崇拜。时光流转，大家都觉得白牙更好看了，不拜黑牙女神了，他们想改变白牙美的观念。飘叔觉得审美这事儿挺主观，不能随便定论。他这么一说，其他妖怪都点头同意了，批评了赤坂姐妹的行为。看着气氛有点乱，小林赶紧出面缓和，觉得他们帮小梅变自信不全是坏事，希望他们别再用魔法迷惑别人，强人接受他们的审美观。赤坂姐妹意识到了过错，羞愧地说被黑雾围绕时，感觉自己行为不对，不知不觉做了些傻事。妖怪想起合同之前也这么说，推测这事儿不简单。事情完美解决后，被麻药弄昏的小梅醒来，发现自己没啥变化，脸上全是失望。旁边已经明白过来的赤坂姐妹深情对小梅说，你现在就很美，别让别人的审美左右，真正的美来自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小梅仔细照镜子，发现自己整容只不过是追风潮，这次她选择听从自己的心。出了医院后，小梅用这次经历激发出了新的热门歌曲。小忍看她变化了，忍不住为她开心。兴奋之余，小林意识到对方实现了音乐梦，而自己的第二本书还没动静，突然就心情沉了。他想回房间写点什么，但那种说不上来的反对力量还在。这一幕刚好被一直操心小林的阿言看见了，吓得眼睛瞪圆了。因为一直很穷的小林意外找到了成为整形模特的机会，遇上了会施法的怪医生，被改造得认不出来。幸亏合租的朋友及时发现了不对劲，揭露了怪医生的真面目，帮小林恢复了本来面貌。离开医院后，小林在出版社找到了实习编辑的工作。怪物们听说后都感慨，小林的运气终于来了。结果小林第一天去工作，兴致勃勃地出门，回家时满脸失落。妖怪伙伴看到了，都来问小林怎么了。这才知道小林的直属老板竟是他出书那会儿的主管阿尚。阿尚以前对小林的书处处吹毛求疵，让他对写作丧失了信心，续集也写不出了，甚至连标志性的妖怪角也慢慢消失了。妖怪们对他的遭遇既同情又生气，告诉他别在那人那吃这种亏。小林不愿轻易放弃这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，硬着头皮留在出版社，在不喜欢他的阿尚手下。小林难得好结果，刚来就被阿尚难住，和能力一般的同事豆豆报道知名作家和田。因为和田最近迷上人工智能，阿尚的题目是人工智能的上限。小林很想把第一个任务做好，
一直被阿尚看低的豆豆整天没精神，还没开始就没动力了。小林心急，想自己动手，手好像被诅咒了似的，一个字都打不出来。妖怪们一看，赶紧找见多识广的房东老满，帮小林破解诅咒之谜。老满告诉大家，老板的刻薄话或许给小林带来了不幸，他也搞不清怎么破解。诅咒短期内似乎解不了，阿言自告奋勇变身成打字机，帮小林缓解打字难题。两人齐心协力，终于把稿子搞定。没想到一发表，和田立刻和出版社断了合作。一打听才知道，和田觉得 AI 无敌，而阿尚的选题正好相反，惹恼了他。始作俑者阿尚不认错，反而把责任甩给小林和豆豆，想把他俩给炒了。豆豆因为不敢对付阿尚，所以对小林发火，一时情绪失控，竟露出妖怪本体，把小林吓得脸都白了。幸亏飘叔心灵感应知道他遇险了，赶紧用魔法把俩人带回了租来的屋子里。听着作夫童子小诗那清澈的歌声，豆豆终于冷静下来，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原来豆豆其实是那个传说里头的喜豆妖，数数特别准的那种。自从有了计算机，他就变得多余了，逐渐变坏。豆豆的故事让合租的妖怪们唏嘘不已。随着时间改变，他们目睹了很多妖怪沉沦，还有很多妖怪因为没地方去，默默地消失了。豆豆叹息，觉得自己也难逃这命运，很快就会不见了。听到这个，小林怀疑别人的消极可能也被阿尚诅咒了。一说出来，寺庙里的天神道真就出现了。他擅长处理诅咒，对这话题特感兴趣。他说恶言会造成诅咒，但长期自我消极思考才让诅咒难解。要打破心里的阴影，加上他人的衷心祝福，诅咒才会解开。道真的话立刻让小林和豆豆豁然开朗，意识到被阿尚刻薄的话困扰，给自己贴上失败标签，不如直面问题，解决它。于是他们想要赢回作家和田的心，保住饭碗。为了帮助他们，飘叔帮了个忙，把和田带到合租房，大家一起软磨硬泡。和田松口提出个招，叫小林他们跟他的机器宠物较量，如果小林他们能赢，他就继续跟出版社合作。看到了机会，大家都兴奋地准备好好干一场。他们以为打败一个小机器宠物轻而易举，结果那机器宠物不仅知识渊博，下棋唱歌样样在行，大家都输得很惨。接着豆豆跟机器人展开比拼，和田问了他作品中鳗鱼饭出现多少次，机器人就搜鳗鱼饭3字统计，却漏掉了一次提到的豆腐素鳗鱼饭。这个问题被擅长算术的豆豆发现，及时指出错误，成功扳回一局。随后和田提了最后一个挑战，要小林和机器人通过写作决出胜负。这让大家为不会打字的小林紧张不已，心里默默给他祝福。小林不想让大家失望，全力以赴，坚信自己能解开诅咒。正像道真说的，努力克服内心恶魔，得到祝福的小林终于解脱了，抒发自己真正想表达的。最终小林的作品感动了和田，恢复了和出版社的关系，保住了他们俩的饭碗。诅咒解除后，他斗志满满，为了正式员工的位子，总是在公司通宵加班，常常不回家。他这样做正好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。他租屋的房东老满有个当警察的儿子叫小满，一直默默喜欢他。近来对爱情一窍不通的他突然改变态度，开始主动靠近小满，小满也完全沉醉在他的柔情中。小林被人牵着鼻子走，其实面前这个小林是假的。这时候真小林还在公司通宵达旦的加班，根本不知道有人冒充他。假的小林为了自己的计划，给真小林的外卖下了手，让小林的身体慢慢消失，吓得他赶紧回家找妖怪帮忙。紧接着发生的事，他简直要惊呆了。周围人都当他透明，跟一个长得跟他一样的人聊得开心。那人不止说话温柔，也很大方，而且特别会说好话，对阿言的容貌夸个不停，让阿言乐开了花。看着最好的朋友们都没发现自己不见了，跟那假货那么亲近，小林彻底失望了，灰头土脸地离开合租房。这时假自己紧跟不放，
又给了他致命一击，嘲笑他没自己受欢迎，理应被替换。说完，得意的回家继续追小满。想到朋友和辛苦得来的工作将被夺走，心中满是不甘，但身体不见的他束手无策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以他的面貌诱惑小满。正当两人甜蜜亲密，小满忽然给嫁小林一脸辣酱，对方马上暴露狸猫怪本色。妖怪早就觉得冒牌货怪怪的，他们建议小满初吻前得试试辣酱。被戳穿的狸猫怪气急败坏，抓了小林真形当人质。小石赶忙唱起咒语般的歌，一会儿，狸猫怪身上的阴霾消散，恶念全无。小林刚回来，没顾上跟狸猫怪理论，被那受欢迎的冒牌货气到了，心想自己就算夺回身体也比不了他。旁边的阿言温柔地说，再好的冒牌货也不是咱们的朋友，我们喜欢的是最真实的你。听了这话，其他妖怪也纷纷点头，大家的支持让小林的顾虑烟消云散，伴着一阵欢笑，结束了那出闹剧。接下来的时光，小林终于努力工作回正轨，搁置许久的小说也重启动了，看似一切都在慢慢好转。可谁知，狸猫精的现身不过是序幕，更大阴谋的酝酿正悄无声息。小林和他的妖怪伙伴们挑战了一堆变坏的妖怪，大家一起努力，把那些坏妖怪都变回好的了。小林也破了他的写作魔咒，恢复写作后，在工作上也进步飞速，连一向找茬的上司阿尚都没辙了。除了阿尚，小林在出版社还有个上司叫阿朱，性格跟阿尚不一样，对小林特别好，还请他去参加出版社的学习活动，与各路新手共享心得。小林不愿放过这个进步的绝佳机会，马上答应了。小林如约准时参加了学习会，没过多久就被组织者叫去现场进行创作，选出来的作品会被改拍成电影。阿朱和阿尚为作者们准备了很多单间，让他们专心写作。小林一想到有那么多抢手，感到压力大了很多。幸好阿朱像亲姐姐一样亲自来鼓励他，还给了他一颗神秘药丸，提醒说灵感不足时可以吃药帮忙。阿朱的体贴让小林一下放松了很多，甚至对药丸的来源没怀疑过。几天后，小林注意到不少写手都长了不寻常的黑眼圈，觉得这是大家拼命写作的后果，感到危机逼近，害怕掉队，急忙吞了阿朱给的药。结果正如阿朱所言，服药后小林的灵感爆棚，但他脸上也出现了黑眼圈，眼神变得空洞。小林的新书顺利被挑中了，很快就能出版，还要拍成电影，但有个条件，得把作者名换成出版社社长黑原。他在公司的话就是圣旨，连平时傲娇的阿尚面对他也不敢吭声。此时吃了药的小林眼神发呆，思绪也迷糊起来，居然觉得这些事情都挺正常，眨眼间就讨论着把书改成电影了。黑原不顾小林意见，直接决定完全当自己是书的作者了。小林就这么无奈接受了，还得继续写下一本，这样下去他就成了出版社的写作机器。小林淡定地把这一切告诉妖怪们，大家都惊了，都觉得为他不值。他们怕小林还是老样子，在工作中容易被骗，更不放心他现在这种无所谓的态度。小石觉得小林肯定着了魔，才会忽然迷失了自己，所以特地熬了特效解药让他喝下，帮他恢复清醒。清醒的小林发现自己被出版社利用，不但不能在自己的书上署名，连电影改编都没发言权。怒到极点，他摒弃了前几天的顺从态度，会议上对黑原痛斥一番，还说自己不再当隐形的代笔。这番举动让所有人都震惊了，没想到他这么有胆量，但得罪黑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刚发泄完，小林一回家就接到了阿朱的消息，让他自己辞职。小林还没想好怎么办，发现网上到处都是他的谣言，很多不知真相的网友开始攻击他。小林一看这情况就慌了，他知道这肯定是出版社干的，赶紧向各路妖怪求助。妖怪们一听小林的遭遇，怎能坐视不理，立刻让阿九和飘叔深入调查。他们听了小林的经历，发现阿朱在培训班里利用药物剥削新人，故意装作
作家应聘接近他，同时调查身份可疑的阿尚。结果他们身上确实有妖怪的味道。阿九和朴叔用魔法让阿朱和阿尚露出妖怪形态，然后带回租房。小石看到他们俩也变坏了，立刻采取行动，消除了他们身上的黑雾，恢复了原貌。阿朱本是个蜘蛛妖，最初被黑猿的天赋吸引，亲手帮他上位，但他越位越霸气，甚至让阿朱挤压年轻才俊。不敢反抗的阿朱慢慢沦为罪犯。阿尚是谷中的模仿怪，特爱学人说话，没啥自己的看法，在霸道的黑猿旁习惯了言听计从，慢慢成了对方的跟班。通过他俩的叙述，大家明白了他们变坏的原因，怀疑黑猿人正如名字，就是导致妖怪变坏的源头。见多识广的朴叔根据黑猿霸道和爱控制的性格推测，对方可能是传说中造出富士山的堕落巨人，有着超级可怕的力量。这个推测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，让阿朱和阿尚这俩想摆脱黑猿控制的人感到害怕。为了查清黑猿是谁，大家做了不少侦查，发现他超爱收集富士山的图片，还像堕落巨人似的狂爱柿子，这证实了他们之前的推测。听到这个，所有妖怪都失落的叹气，以为帮不了小林解决流言蜚语了。谁知道这段时间小林已成长，不仅恢复了创作力，还变得更自信了，能挡住别人的闲话。然后他对妖怪们说自己会坚持写作梦。说完，小林头上慢慢长出一根角。房东老满正好路过，看到了这个场景，说这角是全心追梦的标志，也是勇敢的象征。这让小满有点崩溃。虽然小满跟着父亲见过不少妖怪，发现喜欢的小林变成妖怪了，真的很受打击，不知道这段单恋怎么办。小林长回脚后满是信心地说要对抗黑猿，其他妖怪也被鼓舞起来，都说要帮小林一把。经过一番密集讨论，大家开始准备对付黑猿的方案，甚至找来了能一战的黄泉女。首先，他们以好酒好菜请罪为名，让阿朱和阿尚精心准备，把对方诱到合租房里，然后用黑猿爱吃的柿子转移他注意力，迅速抓住他。最后所有妖怪齐齐现出原形，对黑猿使出妖法，想让他现出本来面目。岂料黑猿毫不动摇，立刻使出怪力挣断绳子，直冲向心仪的柿子。结果黑猿忙活一场柿子还是没抢到手，就跟个孩子似的坐地上哭了。小林看到这幕，慢慢说出了他的推测。他从黑猿自传里查到，对方一直很穷，但黑猿妈妈还是会买柿子给他，柿子就成了他的心灵寄托。小林猜妖术对黑猿没用，可能是因为他只是厌倦贫穷，想方设法要发财的普通人罢了。当自己的真面目被小林点破后，平时装得很淡定的黑猿终于崩了，下得赶紧保证以后不会再欺负新人。妖怪们知道黑猿其实是个普通人，都松了口气，没对他下狠手。好心的黄泉女还过来，像哄小孩一样安慰哭成泪人的黑猿。故事结尾，看穿黑猿真性情的阿朱和阿尚打破了控制，小林也在种种磨练中再长出了新鲜的角。虽然还摸不清楚哪个神秘人物让妖怪们变坏，但小林知道，只要脚还顶着，伙伴们还在，他就能勇敢面对所有难题。大结局，又跟着小玉的频道追完一部剧了。这一季的剧情里，小林因接连失败丧失了信心，也失去了标志性的妖怪角，甚至写作能力也没了。在妖怪朋友的帮助下，他渐渐打破创作障碍，重拾了自信，最后获得了象征勇气的新角。这一路上他不停磨练自我，把所有困难都变成成长的营养。正如那句人们经常说的话，难不倒的挑战只会让你变得更强。希望看视频的你们都能遇难成勇，像我一样。今天的视频就这样了，你们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力量。